问这生谁做主宰？有些隐秘成为障碍，我这扇窗从未打开，世间一切不可以进来。难道现实没人能配一对，剩低我和我是同类？留下绝密事情纏结在心里，梦想要拼命去追。唯有你最明白我，天將解了鎖。誰想等失去那天，悔不當初。我彷彿從頭活過，仿似一生為了什麼？不必怕闖禍，無懼燒起火。你也知道他不是凶手，为什么要针对他？我跟你一样，觉得他在撒谎。我也觉得他不是凶手，但一切太巧合。他女儿叶朗晴是血字杀手的目标，马勇和杨碧新争执之后，就被那个血字杀手杀了。我们找到尸体的地方那么偏僻，他又正好在现场，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多事瞒着我们，他跟血字杀手有关系。我跟你的看法一样。上次马勇的案子，请他回来什么都问不出，所以这次要用点手段。张 Sir， 我觉得你这么做很有问题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我建议请杨碧新回来，是希望尽快把事情弄清楚。你把他关在里面那么久，让他又冷又累，然后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，精神摧残他10几个小时，在他意志最薄弱的时候逼他说真话。韦医生，我希望你明白，我们做的所有事都依照程序。我跟你说，不能用对付一般犯人的方法对他。如果害他的精神病并发，你来负责吗？他有精神病？这一份是杨碧新的病历，他是我的病人，本来我不应该随便披露病人的隐私，但是为了保障他的权益，我要告诉你，他有精神分裂，有幻觉、幻听、幻触，他自己一个人在里面，会幽闭恐惧，随时会发病。Sorry， 我们不知道他病了。这个病连他家人都不知道。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知道，你们很想问出什么，但是这个时候，你们不适宜在这里。我需要跟他单独谈谈，等他情绪稳定、舒缓了，你们再问他吧。来，陆星。是不是有点冷啊？你想干嘛？先喝口水。他们走开了，这里只剩下我和你。我们可以慢慢谈。你找我来这里，我等很久了，他们什么时候来？你好像很紧张啊。放心，我是来帮你的，让事情可以尽快结束。那些人都是你杀的。如果我杀了人，要嫁祸给你，
我只要简单的在尸体旁边放下你的耳环，你就会很麻烦了。别再说了。我现在只怕警察会联想到你杀马勇这件事，你再胡思乱想会更痛苦。放松点，先喝口水。你不认真回答他们，事情没办法解决。一会儿他们进来，会坐在我这个位置。你记住，只看着这里，你千万不要看旁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你会胡思乱想，又会看到那个戴着黑帽子的贵妇，还有抱着洋娃娃的小女孩。你千万不要想着，他们站在那边看着你。别看啊！如果你觉得紧张，就喝口水，让自己放松。只要你跟他们说话，警察就会知道你有精神病，就要被关进精神病院。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杨碧溪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他在问你，马勇是不是你杀的？杨碧溪，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他们在问你。杨碧溪，我看到网上的留言说那儿很漂亮，所以我就去看看。你刚才所说的爬山网，之前的确有人提到那个地方，但是上一次留言已经是3年前，你居然会看到。那，你也看到？我看到很奇怪吗？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，我妈咪是你病人。他一直都不想让你和朗晴知道，但是我担心欣姐撑不住。杨碧溪，杨碧溪，我在问你，为什么每一次发现血色裸尸，你都在附近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是不是有人要挟你？你说实话，我们才可以帮你。没有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们？没有。我问你呀，说。马勇是不是你杀的？你还没回答，为什么要杀我？妈咪说不能撒谎的，你杀了多少个为什么要杀人？我？马勇是不是你杀的？你还没回答。多少个人？别吵啊！别吵啊！别为什么要杀我？别吵啊！为什么？别吵！别吵！欣姐，不要再问了，他不是犯人。我妈咪已经很不舒服了，她不能继续做笔录了。要不让欣姐休息一下？欣姐，在里面那么久，辛苦了。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又搞我。你说江 Sir 他们啊？可能是其他人。欣姐，我是精神科医生，我给了江 Sir 专业的意见，说你现在这种状况给的供词，法庭未必受理。
他们不会再来骚扰你，问你血字杀手的事。 OK， 欣姐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你信不信任我？韦医生，刚才我让你不要看旁边，你怎么不听话？我让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会很痛苦，你怎么也不听呢？对不起。不要紧，你觉得不舒服，回去吃这瓶药，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嗨，这么晚还工作，有发现吗？是我的兄弟们在努力工作。是吗？这种是丝光绿萤。虽然我不是法医昆虫学家，但我很喜欢研究它们。我问过我的师姐，她说温度在26到31摄氏度，湿度在70%到80%，最适合丝光绿萤产卵和发育。那不就跟案发现场环境一样？它们很疼下一代，特意飞到腐肉上面产卵，这样可以提供大量的蛋白质给下一代吸收和发育。那些肉越臭和越烂，它们就越喜欢。啊？不止啊，人跟动物的排泄物，它们也很喜欢。喂，你还敢吃啊？怎么了？一看就知道放了超过8个小时，应该开始腐烂发臭，比较适合你的兄弟。喂，太浪费了。来啊，带你去吃饭。走啊。花钱买的，吃了不拉肚子就行啊。喂，张 Sir。燕星没看到他。好啊，我看到他，让他打给你。拜拜。他刚才约我吃夜宵，我没有去。吵架了？阿奇说的。你们不是公开了吗？不过其实他不说，我也能猜到。在厕所的镜柜里看到了剃须刀。我住在你家，会不会妨碍你们？什么剃须刀？你不知道？表示江 Sir 故意放的，想让我看到。其实你一直不想公开，也不跟他一起住，是不是不想让人觉得你靠他？我想全都靠自己。就像你拆炸弹 ，one man risk。其实一个人很好啊。我们分手了。为什么？哎，别问这么多，两个人合不来，早点分手也好啊。不过呢，我会继续留在特案组，他始终是个出色的 leader。幸亏你继续留下来，要不然朱姬、劲风就少了个好搭档。你也知道有朱姬？爆炸前1天发现的。对了，上次陪你一起拆炸弹的人是朱姬还是劲风？本来拿着炸弹的人是劲风，但是最后出来的人是朱姬。朱姬还挺勇敢的。虽然他好像很弱，但是他的意志力真的很强。劲风遇事逃避的时候，他就会出来。你也不要小看劲风，其实劲风很在乎他这个兄弟。他那次为了把朱姬找出来，从天台上跳下来，差点摔死。我懂了，朱姬连兄弟差点摔死都不肯出来，但是在你生死关头，他就马上冲出来陪你一起死。看来朱姬对你，朱姬舍不得你一个人 one man risk， 所以他才可以出来。如果劲风出不来怎么办？你也很紧张劲风，小心别被他骗了。有吗？我觉得他挺有趣。如果要他一直待在里面，他应该会疯了。要不你试试跟朱姬谈谈，135是朱姬，246是劲风。那星期天呢？抽签，最公平。
我已经找研究法医昆虫学的师姐张博士确认过，在不同的腐尸身上找到的蛆虫都属于这一种丝光绿蝇。丝光绿蝇通常会出现在住宅附近和郊外，所以没办法确定那里究竟是不是第一凶案现场。师姐的意见其实跟我的推断是一样的，丝光绿蝇在尸体上从产卵到孵化成虫大约需要14到15天，所以可以根据它们的产卵数量和虫蛹的数目，最后推断出在腐化最严重的尸体上，蛆虫繁殖到第16代，就表示受害者 A 大约8个月前被杀，而受害者 B 身上的蛆虫已经繁殖到第12代，就表示6个月前被杀。受害者 C 身上的蛆虫繁殖到第8代，所以大约4个月前被杀。没错，而我们最先找到的尸体上找到的虫卵还没孵化成幼虫，所以可以推断它的死亡时间不超过1天。而合法医根据干温、尸斑和尸僵推算出来的死亡时间，是我们发现尸体前的18到20小时，跟我们的结果是吻合的。4名死者死亡时间间隔2个月，很有规律。之前你说这是跟连环杀手的冷静期有关？没错，2年半前的3位死者，他们的遇害时间也是间隔2个月，跟这个冷静期很吻合。韦医生，你比任何人都熟悉这个杀手，你的意见呢？大家饿不饿？新鲜出炉的蛋挞，先吃甜品。哇，买这么多，你们肯定吃不完的。我留着明天吃。蛋挞要新鲜才好吃。再好吃也没胃口。韦医生，继续讨论案情吧。再讨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连环杀手杀人就像我们吃东西，他饿了就会出去找猎物，行凶之后就像我们吃饱以后会停下一段时间，因为已经满足了。不只是这样，他杀人之后会觉得很激动，很兴奋，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打回原形。他会觉得很寂寞，开始后悔，情绪开始混乱，他开始觉醒，想当一个普通人，就像我跟你一样。不过再过一阵子，他的欲望会让他饥饿，没什么特定的原因，可能是看到了紧致的肌肤，闻到了少女的体香，或者听到好听的声音，他就会忍不住再次犯案。要是这么说，它就像定时炸弹一样，每2个月爆炸一次。如果是你，会怎样拆弹呢？我会先了解那个炸弹的结构，不过这次的确有点复杂。那他埋了3具尸体，明显是不想被发现，但是他又杀了1个人，想让我们知道他杀了3个人。他在想什么？他那么不稳定，会不会已经失控了？这个连环杀手的智商和情商都很高，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冷静，所以我们不能轻易被他分散注意力。我仍然坚持，他这段冷静期一定是因为爱情。我在现场已经说了，你这个推论是错的，因为你不能解释，如果有爱情，他为什么还要杀3个人，还把尸体埋了？因为他很爱这个人，他爱这个人爱到不想让他知道自己做了这种事，所以他要隐藏，要掩饰。怎么这么说？因为那4位死者，分析血渍的结论，有点眉目了。有点眉目了。要不说出来让大家知道？张森，你逼他也没有用，大家几10个小时没睡觉，他想不到了，让他休息一下。燕青想让你休息，你还拼命跑步。我刚知道我妈咪生病了，又不知道靳峰什么时候出来。我要多锻炼，才能保护妈咪和朗晴。
没想到你还挺能跑的。可能因为有竞争啊。要有好的对手，才可以进步。你说的没错，血字杀手也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他的血字显示出他这3年的心态。要不这样，你用笔记分析，我用心理剖绘，再比一次。凶手的犯罪心理一共分成4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前面3个死者，他下笔很重，手笔果断，证明他当时的心态是充满着愤怒和恨意。我可以想象到，他当时的状态很紧张，他的手腕僵硬，甚至连动都动不了。我第一次看到第一位受害者的时候，发现他的身体很干净，头发也梳得很整齐。我觉得这个凶手是一个很温柔，而且很整洁的人。他不会让受害者承受多余的痛苦，他根本不想杀人。冷静下来之后，还会同情受害者。你刚才说的恨意和愤怒，以我的心理剖绘，我觉得他把对另一个人的感觉投射到死者身上。第2个阶段，没死者，因为血字杀手得到了爱情。你可以信任我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你觉得血字杀手得到爱情之后，就不会再杀人，就不会再有欲望，不会再想这件事吧？他会想啊，他当然会想。他杀人不是单纯为了杀死这种欲望，可能是为了满足一些更深层次的欲望，比如爱和关注。之后他得到了，他满足了，所以他没再杀人。我认为那2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2年，你同不同意啊？有时候得到了再失去，可能比从来没有拥有过更痛苦。我同意你的说法。第3阶段他的字就是这种感觉。在挖出来的3具尸体身上的字，那些笔画的 baseline 全都往下。而且他的笔画一直向底部延伸，就表示他当时的情绪很负面、很低落，跟他之前很亢奋的写法完全不同。我估计他喜欢的这个人可能知道了什么，让他没办法继续在爱情中得到满足，所以他只能继续杀人。而且他的字里有很多叉叉，这样代表他的自我评价很低。还有提手跟勾，勾是向右的，代表自我批判，表示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一些事，但是他不想他爱的人看见，所以他只好把3具尸体埋起来。那朗晴之后的受害者呢？怎么解释？我想，那个他深爱的人离开他了。啊，不对，那个他深爱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你觉得是血字杀手杀了他？不知道。不过在第4个阶段，他变得很猖狂，毫无顾忌。你看他写的那些字，每个字都很跳跃，而且横笔向前推进，表示他很亢奋，很期待，他想挑战特案组。在朗晴出事的时候，特案组还没有成立。如果他想挑战警方，还是可以杀掉朗晴。为什么要放过他，让他成为唯一的幸存者？这一点我还没完全想通。精神有问题的人呢，有时候很难理解的。我这么多年见过这么多病人，有时候也猜测不到他们的想法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血字杀手，他不是有精神病，
，sorry。你看，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的那碗汤啊？欣姐的病才刚刚复发，你不担心吗？我回去看看她。你在看什么？啊？你在看什么？哎呦，别看了！为什么没反应？为什么关不掉？为什么关不掉？为什么关不掉？妈，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妈，你流血了！你流血了！我不知道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样，痛不痛啊？我刚才看到。妈，对不起，余光恐惧症，肯定是我遗传给你的，对不起。妈，你说什么？你别胡思乱想，我的病已经好了。为什么电视？朗晴，怎么了？我看到很多幻象，我分不清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医生跟我说，之前妈妈有精神病，可能复发了。妈咪，你以前可以治好，现在也可以治好的啊！你不用担心，会好的。朗晴啊，帮我做件事。什么事？去加拿大找你养母。妈，我不去你不要靠近我，你会有危险。你不要靠近我。我不会离开你，我要陪着你。有哥哥在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对啊，我们好不容易一家团聚，朗晴全靠你才好了。你现在有事，我们怎么会丢下你？我们怎么会丢下你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真的好了才回来香港，会好的。怎么现在会这样？会好的，会好的，会好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会好的，会好的。妈妈喝汤，哥哥喝汤。我们喝汤。哦。吃饭了。吃饭。别喝，别喝。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放那些东西。刚才呢，你睡着了。这锅汤是我跟朗晴煮的，你没有放任何东西。放心，没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妈咪啊，有没有吃药？我医生他跟我说，你怕吃了药会有副作用，他已经重新调配过，会比较好的。我不要吃他的药。妈妈，他把我治好了，也一定能治好你。你相信他就好。我就是不相信他。你们不要接近他，很危险。妈妈，你别胡思乱想。妈咪，为什么不要接近他呢？他有什么问题？干什么？你真的把我当神经病啊？我现在说什么你们都不相信？不是不是啊，我一生就是想要这样啊！不是啊，妈妈，妈妈。妈生病那么多年都不告诉我们，一个人面对了那么久。现在他不是一个人了，他有我们在他身边，我们对他的支持，对他来说很重要的，知道吗？那时候韦医生用家庭治疗把我治好了，还是他有办法。现在妈妈不肯吃药，我去找他谈谈。你手机壳的人是不是我？对啊。
什么时候拍这张照片的？我之前入围摄影比赛庆祝的时候拍的，后来我做成了手机壳。怎么了？所以说，你领奖那天，就是你出事那天，也是用这个手机壳。你在家里照顾妈咪，我出去做点事。怎么了，哥？进来。朗晴打过电话给我，说欣姐不肯吃药。如果你找到欣姐，带她一起过来，我有办法让她吃药。其实我妈咪本来已经好了，是你害她复发的吧？看来你不是很冷静。倒杯水给你喝。通常有精神病人要照顾，身边的家人压力一定会很大。我刚说你害我妈的病复发，你避开我的眼神，这是被我说中了？我是个精神科医生，只会为病人着想，不会害他们。还有，你别忘记，你妹妹也是我治好的。你这么做是因为觉得更好玩？哪里好玩了？你是绿眼杀手，朗晴是你最爱的人死了之后第一个猎物，但是你放过他了，因为我。你杀他的时候看到他手机壳上是我们兄妹的合照。你已经杀了太多猎物，所以再用这种方法杀人，再写血字已经满足不了你，你要找新的刺激，所以你挑战我，把我妈弄疯，搞我妹妹，都是冲着我来。猜对了一半，我是冲着你来，不过不是挑战你。我只是很好奇，一个14岁衍生出来的人格怎么会懂得那么多，所以我想跟你比一比。你没让我失望。认识你那么久，没想到你有虹膜异色症，你应该戴了隐形眼镜挡住绿眼睛。在香港，有几百个人有这种病，就算真的被你猜到，也没有足够证据抓我，只是把10几个血字成堂，就说我是绿眼杀手。你不记得我会写2种笔记吗？我当然知道要有证据，那8根小手指应该就在这里，那些是你的战利品，你随时可以拿出来看。果然没让我失望，猜对了，那些手指就在这里，请便。谢谢你陪我聊了那么久，我现在觉得很满足。还有，今天我跟你健身的时候，已经知道你的体能怎么样了。就算你再聪明，体能也比不上我。我还有证据，可以证明你用力气掐断舌骨，而且看到我的绿眼睛，对吧？你有病啊！想掐死我啊！俊峰，我是朱姬，我早被你掐死了。你们在搞什么？好像要杀人一样。我就是想杀人。你想杀人？我刚刚跟朱姬在研究血字杀手和受害者的内心世界，但是朱姬受不了，所以你出来了。哦，他那么弱，当然受不了了。追巴士他都会喘气。来，让我来。不用了，金峰，你以后都别让朱姬出来了，
为什么？你在里面太久了，很多事不知道。欣姐她得了精神病。我妈生病了。欣姐现在经常出现幻听和幻觉，你再继续跟朱姬这样换来换去，只会让她更分不清真假，只会让她的病情更严重。我妈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本来以为，欣姐17年前精神病发作伤害过你，才会衍生出朱姬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朱姬应该在更早之前出现过，所以才让欣姐更无所适从。加上她有精神压力，导致她得了精神病。我没听朱姬说过。国外有很多病例，很多很聪明的人格，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，所以他有私心、嫉妒心，想长期霸占身体。我想朱姬也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不出来，有事瞒着我们。不会的，朱姬对我很好，你知道的。之前欣姐没回来，朱姬不认识燕星。我想亲情和爱情，让她很想当一个真正的人。那说实话，我呢，sorry， 说话。哥，你在哪儿啊？妈妈有没有找你？没有，怎么了？妈妈不见了。啊？我妈不接电话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担心她一旦发病，不知道会做什么。你意思是说她会伤害自己啊？有这个可能。她之前跟我说，她一直被一些幻象困扰，觉得很痛苦。我想她跑出来就是不想看到他们。什么幻象？一个贵妇和一个小女孩，还有马勇。我猜她跑出来就是想消灭这些幻象。那个贵妇和小女孩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，但是马勇出现过的地方，我们分头找。好，谢谢。OK。威哥，妈妈不接电话，怎么找都找不到她，我很担心呢。要不我也出去找她？不用了，我跟韦医生已经分头找她，大概能猜到妈会在哪里。你放心吧，总之你待在家，如果妈一会儿回去了，至少有你照顾她，好吗？那你有什么消息要马上打给我。OK， 就这样。拜拜。是我的，冷静是我的，冷静是我的。你笑什么？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笑什么呀？你笑什么呀，马勇？我想痊愈。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笑什么呀？今晚可以说是风云变色。根据气象局记录，在2009年9月9日，1小时内录得云地闪电次数高达13102次。今晚有没有机会破纪录呢？放手！我不想再看到你，我要杀了你！放手！妈咪，不要！妈咪，你这样会掐死自己的！放手啊，妈咪！
妈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我是静风，我是静风，看着我，我跟朗晴在家里等你啊，我们不能失去你，你不可以有事。静风，静风，我很害怕，我很害怕。不用怕，你刚才是不是看到马勇了？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他是死了，我亲手杀的。不是，不是你杀的，你没有杀任何人，你刚才掐着自己，只是幻觉。我杀了他，带我去自首，带我去自首。是啊，妈，不要胡说了，你不舒服，你要吃药，你要相信韦医生。不要，我不吃。韦玉洁会害你啊，他会害你的病复发。你要相信韦医生，他才可以治好你。我是静风，我不会骗你。你不可以吃他的药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儿子。你是谁？我是朱姬。朱姬，你是我的幻象。我儿子叫叶劲风。我也是你儿子，妈咪。你是我的幻觉。我今天在家里看到朗晴在看电视，我把电视机砸了，然后我看到他从房间出来，哪个是真的？哪个是真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分不清，我很害怕。不是啊，妈咪，妈咪，你先听我说。我分不清了，我分不清哪个是真的。你别再出来了，你把我妈弄疯了。妈，看着我，你只有一个儿子叶劲风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朱姬，你相信我和韦医生，你的病才会好，相信我。妈，妈。不相信別人，怎可教出我心？將一位真我籠裏囚禁，誰有妄想走近？不相信未來，才埋沒感情，不稀罕去被愛。如何避免沒有大結局，有傷害？其實我期待着愛情相當固執，太小心還是太聰明，偏偏錯失，怕是誰情為習慣地天天對着，放不開才突發消失。承認我提防着自成一天變質，自信心頭上有光環，始終怕黑帶着痛，長期在變。